对，这小时候家长教我们能吃是福，这在赛场上是有道理的。就是你正常来讲，为什么小胖能吃的那么高？你进不可能吃不过他，他也没干扰你。就总结下来就是4个平均的，抵不下来2个特别高的。对，就是你其实你很吃，你只要有做事情的那个能力，你自信一点，你就大胆吃，除非你觉得自己没把握，对吧？就拿钱办不了事，那是另外一回对，事。但你得拿。沈梦溪、张良，快手这边是搬掉了鲁班大师、空空尔，这2个应该是一直会搬的。有没有大乔元坦之类的东西？你守望前狼局那个感觉下来的话，感觉是个好选择。回来了。对。怎么抢？少4元两边都还在，直接拿真机，直接真机。这样其实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快手的弹野，大司命这边不太好。而且他这样的话，没人限制小胖的弹野，感觉好像最限制弹野的英雄没了。对，公孙离，那少4元出不出？越是恐惧，越拉强度，狂铁。但这样你狂铁狼队这边用过了呀，他是要想3楼留 counter ray， 但3楼这边如果少4元不拿，肯定是要被ban的。但他留的话，他就是不一定是少4元。对，为止戈之道。元坦，大乔，那就直接明牌了。黄沙席卷之处，不要来首歌样。哦，单点对抗。你看今天就是选位上 ，SK 其实有射手优先级的。对。之前权重感觉没有这么高，因为有时候为了上半区的强度，射手位必须要做一些牺牲的，这个没办法的。其实这个真机就说明一切。是的，首先是公共英雄石，然后流浪玩的也好，再拿就是我先拿的情况下能保住小胖的弹野的输出环境。然后长手拿出来对抗，其实这个是对的，就是流浪这个类型的中路选手，你给他个真机对小胖的限制还是很大的。对，你再厉害的弹野你也烦真机。虽然说嬴政能够打伤害，但毕竟没有控制。那这样2轮班位的话，速手快手是必搬一个大乔。然后狼队这边可能会处理一手少4元，我感觉狼队要弄打野了呀，就少4元看要不要直接站一个上来可以直接搬掉之后再出1、2个打野位，感觉好一点。是的，方面比较好用的弹野的话，现在还有像梦奇，包括是夏侯，但夏侯这把其实进场的话比较困难，有点难用。其实搬了手裴金虎，主要是有个真机在。你很多弹野单夏侯，特别是单夏侯这种，这个真机拿完之后变成了快手不好拿打野。对，像凯，你虽然可以出，但是真机打团就相当难用，又不好进来。对，然后夏侯也不好用，老虎也搬掉了，这块打野又感觉是个想办法出个野核，还有啥野核？阿古赌，这是橘右京什么的。第3班。苏烈野核的话，少4元搬不搬？句号还有一手蓝，蓝这把，他的蓝是出肉刀的那一套。主要有梦奇的话，应该会优先考虑梦奇，毕竟弹度够高，有大招能够出去。SK 是真的心狠手辣又稳妥，就有真机的情况下还给你搬得干干净净。就毕竟强度摆在这儿。对，但这样的话少4元出来了。是的，当然硬搬3个打野。也不搬这个少4元的话，其实快手一定要抢的。对，你不抢的话，狼队4楼要拿少4元了，而且蟑螂也搬掉了，少4元最好是抢了，毕竟前面配的是公孙离这个搭子，少4元没问题。看一下狼队这把的游走，其实可以考虑来一手。蔡文姬就是能续航的，能帮小胖、帮整个队友拉状态的。是的，达摩再补一手控制，因为你的游走已经出了，不好出庄周了。你守过最长的太乙的话就进攻性更强一些，能够搭配到达摩和真姬的进攻。哇，那这把狼队5个点都有控制啊！再出一堆兵甲，我跟你说，一会儿你看这个打团美如画。是的，看快手这种神秘的打野位是什么？这把感觉好难选，快手好难啊！最好就梦奇，大司命其实不太好用。执行人间的意志，哦，他还有一手杨戬，但这把还是那个问题，得多吃，就跟其他几个队友平均不行。我觉得就要在这个点要打得毒一点，这种毒不是自私啊。
是你要有能力，你也得有自信，你也得有这个担当。在这个版本，我觉得作为打野位，就是得狠狠的吃，然后狠狠的打出画面，给节奏，回馈队友。这把也是在对方出了多控制点的情况下，选择了一手杨戬啊。这把杨戬得出韧性血。我觉得你就两个方向，我觉得现在打野就两个方向。第一种流派就小胖这种流派，小胖中意这种拿钱做事。第二种流派，小白熊加薪，就搞野区，我给你把节奏带起来。对，我就给你爆了。对，就我不拿钱做事，疯狂做事，不能取两个中间的那种。对你不能取中间点，中间点经济不是特别高，就是感觉做了一半就没了。对，不然那会很尴尬。特别是因为你要么就是我不做事拿了钱，我中期特别厉害；要么就是做事我不拿钱，你其实干猎人。但像刚才像上一局那种军事会出现一个情况，你事儿干的也不多，但是你中期那个能力又不够，就所以显得进在一个同位的经济情况下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。对，那第一把那个纳格露露的感觉就是，就你不能说只能玩到那些刷野特别快的英雄，你才能把经济起得特别高。对，这其实也是对于每一位打野玩家吧，算是一个考验。其实我最近32岁打野，当然没什么可吹的，但是我是什么感觉？其实我有时候能理解那点是，你让我拿很多经济，像这么吃经济，不敢。一是能力不够，吃不了那么多钱；二，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配不上那么多钱。就是你让我拿那么多钱，我发虚，你知道吗？就突然扔你一兜子钱，你不会花，不敢花。万一就是一波死了就所以说就是敢吃这么多钱，其实有时候是本事。就是你真的吃完你要办事儿也有难度的。你要吃完干不了事儿，下次你不敢吃了，得承担起这份责任。对，看这局吧，徐浩能不能顶得住？这把他们这个组合也很强啊，杨戬、狂铁的组合也很猛。虽然说狼队这边控制比较多，但是这两个英雄还是在打团的时候撑得比较久。而且你法天象地嘛，对吧？控制多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至少对于他自己是没什么影响的。你在那几秒里打出来嘛。这把其实是个先别管咱们中路也有酸，但主要是上野大汉肉搏局来了。双方第4局，蓝色方重庆狼队，红色方素质快手，蓝色方赛点局。看一下两边的一个开局。句号这个血量应该是一个100传啊，或者82传，只有3000出头的血。他会不会是红刀杨戬啊？等会得看一下，也有可能就是带输出铭文，然后做肉刀，得看他的一个2级大野刀。但突然让人有点期待，因为他这把血量其实有点少的。有个萝卜能顶一点前排，而且这把其实因为他们阵容里不是那种大后排射手，其实句号如果做个红刀，我感觉也能理解。100传就带了一个红月。蹭一点暴击，哇，这个红还是有点惊险的。红刀杨戬是不是之前就小胖？好像就他在比赛里面做过。对，其他基本上都是选手们在路人局里面玩的，不太敢。比赛红刀容错太低了。对，顶上去。这两个兄弟也是横冲直撞，见人就是干。哦，还是做的肉刀，就带输出铭文做。小胖的这个圆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很有他的画面。不太一样，就他这个站在这里，你就感觉他就是小胖，就这一身往这儿一站，然后配合他这个圆坦的打法。成为我们。安稳到4级，红 buff 被反了也没办法。看第二波野区能不能继续进，但真机4级之后就不太好进了。第一个大招，往前顶。好家伙，追着4级的杨戬打，真机给他，好痛啊！后面有队友，再见黑鲨爆弹，原地扫3段，但进场这一下，萝卜控起了一片人，跟 AOE 一瞬间几乎打炸了所有，归期也得倒。这一波狼队追深了，也是句号的这个大招吸了很久啊。这波其实我第一震惊的是狼队真的这么追着打，第二震惊真的要打死了，但第3下就问题来了，你这么打没打死，你一定被反打。蓝 buff 就没了，技能全交完了。其实第一波康姆接的很好，就是因为他是杨戬，打不掉。第一下子焕的伤害，风萧后面跟的伤害，小旺的伤害全打出来了，但是架不住，没打死萝卜进场的一个反拍。然后后续萝卜进场这一拍毁天灭地。是的，
而且刚才那一拍，狼队这里应该是一双抵抗鞋都没有吧，飞得巨高无比。来看一下，其实小胖砸了一个大招，这个时候二技能顶一下，再一个2，配合真机的打出了杨戬的一个大招，哦，技能拍这一拍， 2闪拍3个，是没抵抗鞋，就飞得贼高。对，三星图也很快乐。这一波团是让快手这边领先了将近2000，对，看这个优势能不能把握住。快手这个阵容顺风其实手还是比较长的，包括杨戬能打得放肆一些。哇，其实说真的，你很久没有看到狂铁这种一锤定音的画面。哎，法天象地哦，被真机的弹逼出来了，是的，这敏感肌。就以前出输出状的时候，狂铁很多这种画面，现在已经当前排用的时候相对少一些。流浪又开始了3分半的时间，2级鞋加梦魇，他刚才也是这4把都是一样、啊。主要刚才那波大补，刚才那一波团战2个头，对于整个快手来讲，2个头1个助攻，关键助攻多。刚才那波打完之后，5个、6个、8个助攻加在一起，这经济高太多了。是的，这个要比在前期新和5运营拿那点小野怪钱来的快多了，强多了。这种就属于平时难得见到的大补，在赛场上，对，狼队直接放掉，被句号攻下，一下就给赢挣3300了。现在要回到正常对线了。狼队这边得稍微拖一下。看句号这一把的一个出装，第一件应该是要补一个魔女。他这有点太稳了吧？杨戬这英雄不做不死鸟，不会很痛苦吗？这个感觉就一个真机啊！就如果要做魔矿场，应该是不死鸟性价比会更高，收益有点低。对，这不是说他的射手也是个艾琳这种。好在魔女这边是有一点护甲提升的，但性价比肯定是不如整体收益配合杨戬肯定是不死鸟高一点。对，他得保持对于小胖经济的一个领先。是的，就现在5分钟有1000，看10分钟之前能不能再滚到将近2000这种。是一个真机，真的不值当一个不死鸟感觉，而且他是不是太肉？这把句号把自己当纯前排用。这个感觉是他在所有英雄被ban完之后拿出来这个英雄，是不是因为用的少的原因啊？所以选出来当坦克用。得期待一下他后面的一个发挥吧。他连斧子都不做，勾上去晕一下。这把感觉是为了去养流浪的，他嬴政现在也又是1号位了。对我感觉是不是熟练度的问题？一闪，哦，但这一拳角度出了点问题，硬激活打。3段扫完，硬扛还是被打掉了，给复活，挂了个复活，小胖能站起来，站起来的一瞬间，顶2段，自己还是要被带走，但你把伤害扑出来了。但这波说实话，狼队机会抓得很好，知道你等一下，又来一闪拍3个，有点脱节啊，有机会能杀吗？很能扛啊。这波这么说，他如果是暗影战斧，他这波3个估计都拍死了，但是他自己也活不了，但是他因为他是出的苍穹。所以他这波开扫强挡，没挡得住。医生应该是在拉视野啊，对，所以说第一时间才没有反应过来。其实狼队刚刚那波在中左是抓住了句号，刚刚法天象地玩，他是没有任性的，没错。所以说直接开了一波，但后续罗波的一个进场是打残了狼队这边很多人。说实话，句号的杨戬虽然说他没什么画面，刚才那波，但他把技能吃完了。吃完之后，萝卜跟流浪有画面。对，这把嬴政有点挡不住、哦，很难看到就是1号位的中单了。对，这杨戬就是当个前排跟开团手用，就下一件是不强，得迈进去吃技能。趁雪花之前，想进红区换节奏，半区50。经济落后有点多，但这波快手想包的，想留狂铁吗？教了很多技能啊，有苍穹，但是后面快手马上过来，5个人硬打掉，归期吃了技能，吃了狗，给复活，跟进来，法天象地开，时机抓得非常好，
动手归期打几应该下，走不了了。是的，其实这波哇，这个弹，这波其实1换1对于狼队来说，我觉得已经可以了。哎，句号这狗的时机很漂亮啊，他等了一下，然后用归期做了一段很深的位移。对，这波其实5个人教了很多的这个技能和大招，给到了萝卜。有苍穹啊，对这皇帝。就刚刚其实看怪手4个人包过来，感觉最少能杀2个的。哇，戈亚的爆发还是很足的。抢反红，对，技能吃的很多，红被小胖拿了回来。第2条小暴君，快手这边还是可以攻下。其实句号这把可以把护甲鞋换成抵抗鞋，就算你法定象地玩，你的韧性还是要高一点。就狼队这边的控制太足了，而且他可以多开几次被动。对，而且他这把确实是他要当前排用，其实这样也更好。是的，他也不缺那点护甲鞋的这个减伤。就你已经做不响，其实可以换了。对，要等10分钟了，现在狼队这边落后3000多。太早，现在没人能挡得住嬴政的消耗啊。 6800。抢中看这波进不进蓝？哦，给了个假视野，应该是要进的。这波蓝区狼队应该要放，不太好使。先推一波上2，不太好清。蓝 buff 拉过来，但这波中位的河道视野可以被狼队给挤出去。哦，这个子焕挺舒服的，把蓝弹回来了。很赚啊逆风局里拿个蓝还是很舒服的。是的。哎，狗道。 距离拉得很远，这样其实狼队这波要接的，看医生那个站位，2闪拍，自己被留，开了个苍穹，知道你狂铁没闪了，其实狼队这波要接了。法莲象地也出来了，2个关键点，狼队现在可以等几秒，等到法莲象地消失，再弹有操作的空间。是的，这波怎么说？小胖正面顶住，狂铁绕侧面被归期卡住了位置，过不来，拼惩啊！ 那知道的杨戬是没法莲象地了。子焕这里弹的有点顶不住了，归期3个全上墙，瞬间反开。另一边龙是被拿到，被快手拿到，但这边团可能要打赢，再动手压过去。萝卜开个大招，很硬，腰刀的侧面疯狂输出。子焕走过来帮队友卡了一下位置，自己动住。小胖边打边后撤，用肉体分割战场啊！子焕这里很勇啊。这一波归期的1闪上墙啊！这是为什么说归期的开团属性是满分？ 比平均值高了1倍，在打团的时候机会找的太好了，最终是狼队打了一波2换4，虽然没拿到暴君，但打赢了团战。然后正面的话腰刀输出拉得很满，但是最后子焕一看实在没办法了，用自己满血的真机走过来分割战场，而且前面2个条件其实都完成了，一波是萝卜没闪，还有一波就是句号的法莲象地，你说逼了出来，这就是快手自己要去思考的问题。但凡这2个技能你留一个，或者说你2个技能配合好了，不太敢直接动。但凡这2个技能配合好了，一起开一波团，是吧？哎，归期被蹲到了，被发现了，反手反不了，还行。这波快手是打掉了一波，蹲得很漂亮。红 buff 被小胖保了下来。啊，场上的圣官之一又出现了，场上现在有3个红 buff， 情况比较少见。死亡转移。是的。 好在狼队刚刚是有一条暗影先锋哦，可以拖到归期复活的。但是这条暗影先锋这样的话也不好再用了，就等于没打。那这3条暗影先锋本来也就是归期立的功。对。放下路可以清2波，中2塔其实可以放掉。但不到3星的经济差，其实对于狼队来说现在是能接受的。 下一波其实快手就得稍微注意一下归期的一个闪开了，想留，就感觉马上要变身了呀！这波明显就撼动不了，有点。对，就狼队这边是有在刻意去往前逼法天象地的，要就没事摸一下，不是他马上要有反天象地了，感觉就是那个样子。
你不想打就别在面前晃。是的，他现在在补自己的暗影战斧啊，先做的肉装前面。舔过去，这不狼队觉得就是我龙兵在下路，我可以在上半图跟你作战，做一个牵制。野区给了波压力，血量掉的稍微有点多，往后拉了一下，走到了太乙，跟上来。风萧被打的交出了闪，位置非常差，一声挡狗。这个距离，萝卜绕后，是的，跟进了又拍起3个来。小胖原地砸2段拆火，所有人集火，围殴的是萝卜，4打1，看一下杨戬，状态不太好，但是追着嫂子嬴政也非常痛，最终是打了一波1换1。这波小胖是没办法，自己断后，只能去卖了，自己断后牺牲自己。对，他不卖的话，就是如果跳到队友旁边，可能会死更多。对。哦，萝卜这把画面有点足啊。他会出现在一个很刁钻的位置，就他每波拍下去3个起步，已经3次了吧？等一下，句号这边是补了一个大剑，没有选择去做暗影战斧，要做血魔。哇，这是纯肉了。好，真的是哎，容错敏感极高。肌又出来了。对。正好是又是龙刷新的节点，还不换鞋吗？龟息被发现了，那这波狼队还是有可以拼的资本啊！是的，因为你没法天象地了，那你只能看这个狂铁，但狂铁手里也没有闪啊。龙，哇，子焕被句号惩到，扫的受不了，但龙已经被控到，狗上来，人群当中挥一下，找到风箱里面，医生有点顶不住。正面是先打掉了太乙。后续快手不用着急，可以慢慢等 B 线过来。其实波还是比较危险的。这个已经出现，我跟你说这个2波画面了。就句号这个杨戬吧，他每波被动交的都很尴尬，但是他进场那个控制啊，包括时机啊，就也都非常好。就像上一波一样，我感觉这是属于什么？就选手本身的天赋在这儿，但对英雄的熟练度没有那么顶。对他狗太以后去2技能找对方的后排。你看这波也是一样的，他每波都能把风萧的闪给打出来，包括控龙控的也很稳。上高地插一下，嬴政塔外点塔摸掉了。这样的话，这波团是让快手把经济差拉开了6000。说龙控不到，而且开团之前流浪几乎就快把子焕扫死了。这个真姬那边没怎么弹到人，但是嬴政这里的消耗已经拉满。对，而且快手这边知道自己有羁绊，所以说不着急动这条暗影主宰，可以把下一波线动完之后再回去动龙。看一下流浪的一个伤害，团战伤害量将近9万，这个有点夸张了。还是这把太肥了。他这个是团战伤害量，这个不是整局伤害量，他只是打团的时候的伤害。想出来接，但有一说一，这把确实除了归期的达摩，也没人能摸到这个嬴政。就那波踹也没踹到他。对，基本上就没有人能摸到嬴政。哎，这波1技能上去。被发现，等一下看太乙和戈亚绕后绕波好位置，换了奔狼，刚换的奔狼，发现在正面找不到机会，想绕后去开 C 位，正面杨戬开大赶，发现人不是很够，医生侧面跟过来舔没中，闪现补空之但只炸到一个萝卜，有点尴尬的，句号这里面没有打掉了，正面的妖刀带队直接上了高地，正面有兵线吗？要头交，直接点水晶了，不管37-21，让我们恭喜苏州快手，你有张良计。我有过墙梯，看到正面没有机会，选择了一波绕后，直接想去抓 C 位，但是架不住正面已经开了起来。因为这波中线